你有想过一件事吗？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移民到太空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种任何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东西称为土壤。这个土壤是我们在种任何东西都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元件。除了利用水耕的方式之外，植物的生活都需要一个东西，土壤。如果从地球把土壤运到太空中，需要非常多的能源的消耗和空间。如果又假设我们想要移民到月球上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要把土壤也带到月球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的想法，所以科学家想了一个一般人也会想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太空中的土壤来种植吗？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月球上生活的话，月球上的土能种菜吗？在谈这个议题之前，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的电影，一部有关火星任务的一个电影。在电影中，男主角被误以为在火星任务中死亡了，所以被放在火星上。这时候他要想办法在火星上活下来，并且维生，所以他利用了火星的土壤来种植马铃薯，利用这些马铃薯来维持他的生命。不过他也度过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获救了，回到了地球。不过当然这个都是电影中的想象，但也值得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不能用外星球的土壤来种出我们所需要的植物跟水果呢？总不可能有一天我们要移民到月球的时候还带着地球的土壤出门吧。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科学议题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主要是 NASA 最近公布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因为 NASA 有一个重返月球的计划。除了重返月球之外，他希望从月球进展到火星，所以他们希望如果以后人类可以不依赖地球上的土壤资源的话，是否可以让人类在太空中停留更久一段的时间，包含在太空中利用不同星球的土壤来种植蔬菜、水果或所需要的植物。不过当然要有做实验的精神，首先哪来的土呢？这个重点是月球的土壤要哪里来呢？其实 NASA 在之前的月球任务的时候就曾经取回月球上的土壤。要知道这个土壤已经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上次 NASA 利用火箭载人登陆到月球上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的时候了，距今刚好满50年的时间。而最后一次的任务被称为阿波罗17号任务。从那次任务以后，没有人正式登上月球表面了。而这一次 NASA 所测试的植物的土壤呢，是从阿波罗11号、12号和17号的任务中所收集回来的月球土壤样本。在每个试管中，科学家分配了月球的土壤的样本放入试管中，并且加入了水和营养液，利用这些土壤来做实验。使用的植物是一种非常知名的植物，一种非常常拿来做实验的植物之一，阿拉伯芥。这种植物其实是像野草一样，不过我们对它们基因非常的了解，它可以说是一种最好的实验材料之一。科学家还利用地球上的火山灰来做一个对照组。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张照片，这个是一张生长后的照片，可以看到有2组的实验组，左边呢是利用地球的火山灰所做出来模拟月球的土壤，右边则是真正的月球的土壤。可以看得出来，左边长得比较好吧，而右边呢虽然长得比较差，但是确实也长出了食物来了。经过了16天以后的时间，它们都开始了生长，这也是令人非常惊艳的一部分。原来月球土壤真的可以拿来种植物啊！而且科学家发现，在月球不同地区所收集的土壤，植物的反应也有所不同。在阿波罗11号的样本中，明显阿拉伯芥的生长状况不如其他2组这么的健壮。
也就是说，阿波罗11号中的样本，它的生长状况比较差一些，但是还是有生长的状况。当实验到了尾声的时候，科学家把这些植物磨碎，去看看它的蛋白质的表现是如何，是不是不同种的土壤也会产生不同的基因表现。实验最后的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利用月球土壤所种出来的植物，在某些蛋白质的表现上，其实跟地球上阿拉伯界生长在土壤盐分过多或者是重金属过多的环境一样，会表现某一个的蛋白质。简单来讲，月球的土壤比较不适合植物来做生长，但是最后还是成长了起来。利用这一次的实验，科学家在思考，可不可以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月球上种植物呢？并且植物会如何调整它的基因来适应这一片土壤呢？这个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做实验来验证。是不是未来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拿火星的土壤来种植物呢？这个都是科学家未来想要研究的议题。天文科学非常有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领域吧。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我们下一次再讲讲其他的议题。对了，如果你想要听其他的议题的话，欢迎你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